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元寿4年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，汉帝国为了解决财政危机，出台了一系列新政，又是发行新币种，又是盐铁专卖，又搞告民令，核心意图就是2个字：搞钱。汉帝国搞钱的思路并不是通过什么新技术、新体制提高生产效率，而是尽可能把民间财富全部迅速地收归国有。站在朝廷的角度，几十年间皇恩浩荡，赏赐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福利，如今的国家财政吃紧，这些刁民决然不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，只会打自家的小算盘，没人积极主动地为国家出钱出力。刁民既然这么刁，就该被国家好好收拾。那么偌大的一个帝国，竟然连一个与国休妻的善男信女都找不出来吗？倒也是有的。河南郡的妇人卜氏早就为国家做过捐赠了。卜氏的出身，《史记平准书》有详细记载，说他做的是农耕和畜牧的营生，父母双亡，只有一个年幼的兄弟。等到兄弟成年，卜氏和兄弟分家单过，卜氏只要了100多只羊，把大部分家产都给了兄弟。接下来卜氏到山里放羊，羊的数量翻了10倍，让他得以麦田置地。而他的兄弟呢，却把偌大的家业都败光了。卜氏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了兄弟，然后自己继续打理产业，财富激增。兄弟呢，再次败光家产，自己再一次把财产分给兄弟。如是者若干次，两兄弟的生活呢，就固定在这种模式里了。从这段内容来看，卜氏确实是个会生财却不贪财的打闪人。后来为国家做捐赠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仇宁正在北征匈奴的时候，卜氏上书说愿意捐赠1半家产来支持国家。武帝专门派了使者到河南郡向卜氏了解情况，问他这样做是不是想要当官。但卜氏回答说，我从小放羊，不懂做官的事，不想做官。使者又问，那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冤情需要申诉呢？卜氏回答说，我从来不和人起纠纷，同乡当中有谁受穷的话，我就接济他；有谁染了恶习的话，我就教育他。邻居们都很喜欢和我相处，我怎么会有冤情呢？使者又问了，那您捐赠了这么多的家产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卜氏回答说，天子讨伐匈奴，我认为人们应该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这样的话就不难消灭匈奴了。这样一番回答简直就是高风亮节的典范。卜氏没有读过圣贤书，只是一个朴素的勤劳致富的劳动者，既然能有这么高的觉悟，武帝是大受触动，准备把卜氏好好的表彰一番，当成榜样来引领社会风气。资治通鉴的记载是，武帝拜卜氏为中郎，授爵左庶长，赐天实请，布告天下。不久又改封卜氏为齐国太傅。不过在《史记》的记载里，事情其实一波三折，远没有这么顺利。在使者了解过卜氏的情况，回长安做汇报的时候，公孙弘还在丞相的任上。武帝征求公孙弘的意见，公孙弘他的回答呢，特别的别具一格，说卜氏的言行不合乎人之常情，所以朝廷不应当把这样的人树立为榜样，否则天下会乱。至于卜氏的捐赠提议，皇帝最好不要答应。被司马光删掉的这段内容其实很值得我们重视一下，因为它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准绳，那就是尽人情。一个人首先要有正常的人情，有私心，有偏袒，一切被称为美德的东西，都是从这一些最基础的人之常情当中萌发出来的。而一切不近人情的思想，不论听上去多么高尚，多么的伟大，在儒家看来都是异端邪说，是反人类的东西。比如最典型的，墨家主张兼爱，在儒家看来这就特别不近人情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以爱自己亲人的同等程度去爱所有人，人之常情的爱一定是由近及远，逐步递减的。这种有浓淡有等差的爱，才是孔子所谓的仁爱。公孙弘有可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不相信卜氏的真诚，但无论公孙弘对卜氏本人的判断是对是错都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在儒家的逻辑里，虽然不排除有个别人天赋异禀，爱陌生人胜过爱亲人，特别急公好义啊，乐善好施，但这样的人如果被树立为榜样，让天下千千万万他正常人拧着人之常情去效法他，那么诱发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善良，而只可能是虚伪。也就是说啊，无论卜筮是真心实意还是另有所图，在儒家的价值观里，反正就是不能把卜筮树立为榜样。这样一种思路在司马光的时代发挥过很特殊的作用。起因是苏洵写过一篇《辩奸论》，说脸脏了要洗，衣服脏了也要洗，这只是人之常情。而如今呢，偏偏有这样一个人，整天的蓬头垢面啊，破衣烂衫的，却满口圣贤道理，这种货色真的会是好人吗？文章当中啊，有一句很著名的论断：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显不为大奸特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当时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，这是在骂王安石呢。王安石的作风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就属于一心呀扑在改革事业上，吃饭呢只是胡乱的拔了两口，衣服只要不露屁股就一直穿下去，脸都可以好几天不洗，颇有几分感人呀。然而在儒家的人情观念里，一个人如果短时间里因为什么特殊的遭遇有了这些表现，这倒算不得不正常。但如果长此以往，尤其是地位崇高、薪俸优渥，却把自己活成这么一个邋遢样，这种人大概率上就是大奸大恶之徒。辩奸论的著作权虽然存在争议，有人怀疑他是南宋人托名苏洵的伪作，但即便真是伪作，挂掉苏洵的名号也一点都不违和。苏轼看人啊也是这样的态度，所以他才会把程颐一党看作奸人，极尽挖苦之能事。我们今天给历史复盘，肯定不会觉得王安石和程颐都是奸人，只怪苏洵、苏轼父子没有把握好辩奸的尺度。但从这两件事里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，近人情这个准绳在儒家思想里有多么重要。我在熊毅说苏轼的小课里讲过，我们给历史复盘用上帝视角看问题，当然不否认王安石是一代伟人，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，他确实不近人情。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，没能把人之常情考虑充分。公孙弘啊，倒是很会考虑人之常情。武帝听了公孙弘的意见，真就没有搭理卜筮，就这么晾了人家好几年，终于给了一个批复，让卜筮回去该干啥还干啥。就这样，卜筮是热脸贴了冷屁股，继续过起了以往的农牧生活。过了1年多，然后浑邪王投降，70多万灾民大迁徙，天下扰攘，政府彻彻底底他没钱了。卜筮依然向河南省捐献20万钱，补贴政府财政。河南省向朝廷上呈富人捐赠名单，武帝看到卜筮的名字，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这不就是当年要捐献1半家产的那个人吗？事过境迁了，一来朝廷啊真没钱了，二来呢公孙弘已经过世了，武帝决定正式对卜筮做出嘉奖。没想到卜筮又把全部的物质奖励捐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富人们个个是坐立不安，争相隐匿财产，所以卜筮的行为显得特别突出。武帝呀，终于相信了卜筮的真诚，这个典型必须立，于是才有了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了朝廷给卜筮的那些封赏。事实证明，即便我们怀着小人之心，从功利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，也该看到富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效法卜筮。就算捐出了1半家产，至少还能剩下1半，而如果一毛不拔的话，告明令之下焉有完卵？不但全部家产瞬间清零，本人呢还要被抓去服苦役，何苦来哉呀？只不过汉朝立国80多年，谁都没有经历过告明令这种局面，根本想不到朝廷敛财能出这种阴招。于是几代人的经验都应对不来，最新的形势，全国富户纷纷破产，经验主义害死人呀。这一年里，春天里有北京出在东北天穹，夏天有长青出现在西北天穹。这些天象看上去都不太好，但到底应当怎么解读，倒也没有一定之规，
全凭占星家信口开河。前一种天象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正始4年又有出现，占星家给出过很详尽的解释，说这叫天禅，表明有达官显贵僭越军权，最后被问罪处斩。占星家还有解释，这可不是乱说春秋有明文记载，鲁哀公13年11月就出现过这种天象，好好看看当时的政治局面吧。当然，占星术这种事怎么说怎么对，怎么说怎么不对。不过在汉武帝元寿4年出现任何怪诞的天象都不足为奇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元寿4年，核心内容是远征匈奴。这段时间里，如果说有一个人最让武帝苦恼，那应该就是赵信了。赵信原本是归降汉帝国的一名匈奴首领，先是受封西侯，又追随卫青立故宫，称得上是匈奴降将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。4年前，卫青以大将军身份北征匈奴，赵信和苏建打配合，很不巧遭遇了伊稚邪单于亲自指挥的匈奴主力，寡不敌众之下，赵信投降了，苏建只身逃回，卫青打赢。赵信呢原本就是匈奴头领，归降汉帝国之后又是封侯，又是以将军身份出征，在汉帝国生活的时间大约有9年之久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。所以伊稚邪得到赵信，当真是如获至宝，对赵信是言听计从。赵信给了伊稚邪一条重要建议，往北走到沙漠的北边去，远离汉帝国边塞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汉帝国再次北征的话，就必须穿越沙漠，劳师袭远，匈奴呢就能够以逸待劳，轻松取胜了。按说匈奴主力退到了沙漠以北，已经是今天的蒙古国境内了。汉帝国如果穷追不舍，继续寻求决战的话，战争成本足以拖垮国家财政。打这种仗，且不说赢面太低，就算打赢了，大概率上也会得不偿失的。但武帝有自己的想法，既然赵信为伊稚邪单于做出了这样的安排，就一定想不到汉帝国真会不计成本和风险派遣大军远征，那就不妨将计就计，舍不得鞋子讨不着狼。这一仗如果打好了，可以避其功于一役，匈奴之患可以从此根除了。仗只要这样一算，再高的成本都可以接受了。风于是就这么定了。就在当年春天，卫青、霍去病各自统帅5万骑兵深入漠北。这一次的用兵规模因为太突出了，所以被详详细细地记录在案。战马的主力是粟马10万，这10万匹马都是用粮食喂的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农作物，亩产量不高，又遭遇了特大洪灾，70万灾民被大规模迁徙安置，国家并没有多少余粮的时代。能够保障10万匹战马得到充足的粮食喂养，怎么都称得上难能可贵了。10万名士兵配10万匹战马，马不够用，人和马的最佳比例是一个人配3到4匹马。这样的话，一来呢，人可以换着马骑，让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；二来呢，马的损耗大，战场上骑兵一旦没了马，就和等死差不多了。大汉帝国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马了，士兵只有自备，而自备的话不可能人人都有这个财力，最后呢只凑出了4万匹，步兵和后勤部队还有几十万人跟在骑兵后边。这一次的统帅配置也和以往不同了，这些年都是以卫青为大将军，各路将领归卫青统一调度，但这一次卫青和霍去病齐头并进，互不统属，而且骑兵强将都配给了霍去病，并且武帝还根据俘虏的口供及时调整卫青、霍去病的行军方向，刻意由霍去病正面巡歼伊稚邪单于所在的匈奴驻力。卫青麾下有我们熟悉的李广、公孙贺，本来汉武帝觉得李广年纪太大了，不想让他再出征，经不住李广再三的软磨硬泡，给他安排了一个秦将军。卫青麾下还有我们不太熟悉的赵以基、曹襄。曹襄值得介绍一下，他是开国功臣曹参的后人，第5代平阳侯。他的父亲是第4代平阳侯曹实。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，微服出游，就是打着曹实的名号。曹实的妻子
曹襄的母亲就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。平阳公主后来改嫁卫青，这样算起来，卫青将来就是曹襄的继父。不过曹襄娶妻娶的是武帝和卫子夫所生的长女，也就是卫青的外甥女。亲上嫁亲，关系太乱了，只能各轮各。不过在大汉开国功臣当中，曹参这一支到第5代依然有这样的风光，为实是不简单了。汉军如此浩浩荡荡的出征，自然隐瞒不住我行踪。匈奴得到消息，在赵信的建议下，既然草原地带有足够的战略纵深，那就继续向北方撤退，再将精锐部队安置在沙漠的北部边缘，准备对刚刚穿越沙漠被折磨得人困马乏的汉军实施一场迎头痛击。今天我们给历史复盘，即便站在上帝视角，也想不出比赵信的计策更好的方案了。事实上，局面的发展也确实一如赵信所料，汉军长途跋涉千余里，穿越大漠，面前正是已经严阵以待的匈奴精锐，由伊稚斜单于亲自指挥。也就是说赵信不但设计出了最优的打法，还算准了汉军的行动。伊稚斜单于也准确实施了赵信的战术，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。但我们知道，匈奴却偏偏打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回头看一看，汉军的行动反而显得乱糟糟的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原本为了让霍去病迎战单于主力，行军路线就根据更新之后的情报做了调整，结果大军出塞以后，情报再次更新，反而是卫青得到了伊稚斜单于所在地的信息。卫青于是再一次调整行军路线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直奔目的地，命令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义基两军合并从东线迂回。东线不但绕远，水草也少。李广有意见了，说自己明明是前将军，就该打前锋，凭什么被编到右翼去呢？再说了，自己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，如今好容易有了一次正面和单于对决的机会，怎么可以平白放弃呢？很可以理解老将军的心情李广要能力有能力，要勇气有勇气，眼睁睁看着同辈人甚至后辈人都立功封侯，自己这张老脸是越来越没住安棒了，心心念念就是想要个立功的机会，哪知道机会好容易等来了，卫青却偏偏把自己支开了。站在卫青的角度，李广立功就等于自己立功，自己没有任何道理和李广争功。他的安排只是出于2点考虑。一是临行的时候，武帝悄悄地叮嘱过他，说李广不但是年老了，而且这个运气特别差，可不能让他直接和单于对垒，免得坏了大事。二是卫青的死党公孙敖前不久才因为没和霍去病打好配合，被剥夺了爵位，这次以校尉的身份追随卫青出征。校尉按说已经是高级军官了，级别是比2000石，大约相当于师长吧。但公孙敖属于戴罪立功，先前又是车侯身份，卫青自然想把立功的这个机会留给公孙敖，而不是李广。李广无奈之下，气哼哼地离开大营，甩给卫青一个愤怒的背影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也只能和赵义基合兵去了。然后倒霉的事情真就发生了。不知道为什么军中没了向导，队伍迷了路。等卫青把仗打完了，班师南下了，李广军团这才和卫青军团接上头。再看卫青这条线，支走了李广之后，卫青是率军越过沙漠，和严阵以待的匈奴大军正面相逢。如果按照赵信的构思，汉军长途跋涉，又被沙漠折磨了一道，才出沙漠的时候应该是状态最低迷的阶段。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，匈奴并不难一战而胜。还有赵信并不迟到，却对匈奴同样有利的一点，那就是汉军的精兵强将都配备在霍去病军团，而霍去病正因为错误的情报错过了和单于决战的机会。但赵信没能料到的是，卫青这支本应当师扰兵疲的远征军才出沙漠，竟然就有一战之力。卫青下令以一种叫做武钢车的战车结成环形营垒，然后亲率5000骑兵发起冲锋。匈奴呢，则以2倍的人马迎战。天色一黄昏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
漫天沙砾乱飞，让人睁不开眼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战场上已经是敌我难辨了。卫青是看准时机，发动后备队左右包抄。仗打到了这个阶段，伊稚斜单于心态崩了。这也难怪，本以为以逸待劳以静制动，万没有想到汉军不但人多势众，而且体能、士气、指挥样样都撑得住。怎么办呢？36计走为上。伊稚斜单于在几百名精锐骑士的保护之下，突破了汉军的包围，向着西北方逃命去了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打不过就跑，这虽然是匈奴的常规作风，但丢下大部队就跑，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。伊稚斜单于今后要想重塑威望，可就不容易了。正面战场上，双方还在艰苦地鏖战着。等到发现伊稚斜单于已经逃了，汉军连夜追击，匈奴人呢也无心恋战，在夜幕的掩盖下纷纷逃散了。卫青追击200里，终于没能追上单于，检点战果，斩首19000骑，继而行军到赵信城，休整一天，把匈奴人储藏的粮食大吃了一顿，吃不完了的就烧光了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匈奴不是游牧民族吗？赵信城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因为赵信投降之后，把汉帝国的筑城经验带到了匈奴，匈奴当中呢也不乏汉人，所以筑城、挖井、种粮这些事总能找到人做。因为工程由赵信主持，所以这座城就得名为赵信城。看来要么是城墙铸造的太不像样，要么是虽然筑了城，却不懂得怎么防御，所以才让卫青轻而易举地进了城。不然的话，卫青军团缺乏攻城设施，城中呢又有充足的存粮，攻城谈何容易呢？当然，最让我们疑惑的问题倒不是赵信城，而是卫青军团旺盛的战斗力到底从何而来？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汉军在兵力上占了优势。卫青率先投入战斗的5000骑兵只是一部分精锐，大部队留在武钢车围合的营垒里边，迅速休整，等到体力恢复一些了，再从容投入战斗。这段情节里出现的武钢车并不是战车，而是运输车，既可以坐人，也可以载物。坐人的话，除了驾驶员之外，左右还能各坐一个人。武钢车的合理运用，既可以为战斗人员节省体力，又可以在战时迅速结阵，让匈奴骑兵无法轻易突破。卫青军团赢得很漂亮，那么李广又会如何收场？霍去病在错失了和单于对决的机会之后，又能打出怎样的战绩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